港湾新网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丽对谈，我是丽丽。喜欢我们港湾新网的朋友的话，请不要忘记帮我们点击荧幕的左下角，记得帮我们点击按赞并分享哦，谢谢。今天的话，来到我们摄影棚的话，又是我们的老朋友杨奇芳老师。杨奇芳老师的话，他是非常的喜欢旅行哦，因为他觉得在旅行当中可以形塑他的这个作品的风格，他也会在旅行当中产生很多的碰撞。其实杨老师，就是历史上很多的这个艺术家，比方说像是高更，高更的话，他其实入行算是蛮晚的。我就曾经仔细算了一下，他差不多算是35岁他才开始正式入行。对，但是他算是一个蛮 lucky 的人。他一开始入行之前的话，他就是有遇到那个印象派创始人毕沙罗。毕沙罗的话，就是说算是他的这个启蒙老师。后期的话，其实高更的话，他也是一直通过旅行去形塑他的这个作品的风格。他后面的话，他去布内卡里，他去布内卡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基本上他就开始摆脱印象派对他的这个束缚跟框架，他开始想走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路线。当他到大溪地以后的时候，这个时候基本上他就已经完全是后印象主义，他完全就是形成自己非常独特的这个个人风格。然后今天的话，就是想借此机会啦，也是想请教一下您，您在旅途当中又发生了一些怎样有趣的故事？然后这些的话，对您的创作又产生了一些怎样的激荡呢？我想每个人如果说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压力大啊，或是说想出去放松，通常就是借着旅游嘛。那一个艺术家出去旅游，当然我们看到每一个地方，有时候看到一个地方令人感动，我们艺术家就会把这个用艺术家的视角把它画下来。刚刚你讲到那个印象派跟高更，其实我的作品里面也是有一点带一点印象派的画风，因为我欣赏印象派的，走出外面有光线，就是诚如你刚刚讲的高更，他后来到大溪地。我在纽约那个大都会博物馆，我曾经看过高更的作品，我也好感动。我看到您的作品也很感动。对，然后谢谢。因为旅游除了让人家放松，可以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以外，旅游的话就是看风景看人物，看很多东西。最主要我认识很多艺术界的好友，通常出去旅游都会要这些同好。所以你们是就是说艺术家朋友会一起相邀去写真这样？比如说在国内的话，最近有跟几个年轻人常常约去外面写生。像我差不多7年前有到大陆的山西，那是一个当地一个市长邀请我们过去招待，然后我们中国市长是很高级别，他是叫霍州市，山西霍州市，其实它是一个小市而已。因为您是声名远播。没有，我们就是也是同好一起过去，然后我在那边吃好喝好，然后睡好，然后最主要是我们每天都是出去写生然后非常的快乐，尤其看到我们的黄河我们的人家说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河黄河，很感动。生命发源地，我在壶口瀑布那边画了很多画。然后一般在国外旅游的话，因为本身我有家人，很多人住在美国、加拿大，所以我以前当老师的时候，我都会利用寒暑假，然后到美国去，就是跟探访亲戚朋友以外，就会去取景啊，去画画。比如说像美国的大峡谷啊，还有优胜美地啊，黄石公园，这些景都很漂亮。我回来以后都画了好几张。那在台湾呢，比如说后面这一张，台湾的山河都很漂亮，就是台湾的高山。台湾的山就是比较属于比较年轻的山嘛。台湾的东西只不过几十公里，可是它的高度就是从
从温带、热带、温带、寒带，一个短短的距离就有涵盖这些，所以台湾的山的样式非常丰富。像这一张就是在合湾山，应该是北峰吧，这些很敏锐的东西，你都有说到，把它画入作品当中。尤其台湾高山杜鹃，它3、4月开花的时候非常漂亮。然后合湾山远眺就是台湾很有名的百岳之一的大尖山，最远的大尖山。那旅游趣事，比如说像后面这一张是在台湾的杉林溪取景。这一张的这个光线，杜鹃。然后这一张我取作人间净土就是好像人间的那个仙境一样云雾缭绕，对，云雾缭绕，然后没有层次的喧嚣有时候我们从事艺术创作，一个艺术家看到某一个东西会感动，就触动到。尤其像我们印象派画风的，就是很注重光线。这一张会让我感动是，我到了杉林溪，车子停好，就在车头的前面一排的杜鹃，然后早上差不多8、9点，你知道8、9点那种光线是刚刚出来，然后它照射在对，然后照射在那个杜鹃上，那种一瞬间的那种我们想要的光线，那么刚刚好出现在自己的面前，而且那时候杜鹃刚好开的很漂亮，盛开的时候，就它了。对，然后配合后面的一棵树的那个黄色的光影还有后面远远的这个那个比较深沉的那个暗色，所以把这个杜鹃衬托出来后面的暗，前面的杜鹃更加的舒服，明亮。对。所以您当时是跟家人一起去，这一次是和家人一起去。那你当时就蹲在面前画画吗？就简单的速写，但是最主要还是有拍照。然后我们出去的话，因为时间的问题的话，大部分都会简单的速写，不可能在那边完成，因为我的作品比较细腻，那一张作品的话，不可能现场完成，因为现场写生要考虑到很多因素所以会回到饭店再继续做？没有，一般都是回到自己的画室以后再做。所以现场会把以拍照的形式或者速写这样子带回去，大部分都是这样，工作室这样子。对。那我的作品我是以写实为主嘛早期的话就是表现风景以外，有表现一些台湾的风俗民情，好像这一张就是屏东的那个烧王船记，那也是一个代表台湾的一种风俗民情。台湾这部作品当时花了多长时间完成？因为它看起来很复杂。一般我们的作品完成的时间也不一定，有时候一件作品在完成有时候看心境，有时候画不到一半画不下去，人家讲的那个灵感来了，一直画，就这样。那我最近这几年，我喜欢花花鸟鸟，喜欢旅游风景喜欢画鸟类，画动物画最近有一个厂家喜欢鱼类、海产类的东西，我就最近有画了比较多的一些鱼虾啦、螃蟹啊。但是鱼其实很难画，是不是？鱼的话，人家常画的话就不会觉得因为它会一直动来动去。我不是画那一种会动的，就是一般都是去台湾的那个鱼市场取一些，比如说那个都是到鱼市场那个人家摊贩上那个取景。所以还要做艺术家，还要去经常逛菜市场这样子去取景，为了这个部分。也没有说一定都在菜市场，大部分都会跑渔港。那渔港的话，渔船回来很多都是早上天还没亮，或是说要大清早了就要去渔港。那画鸟的话，要花很多时间去做研究嘛？因为花是属于比较静物的。对。其实我看到您的花卉系列的时候，我是反复看到那个河南有个很有名的那个专门画花卉艺术家 Jan Van Hazel 他的作品呢，因为您的精细度，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跟他基本上相媲美。您画的这个花蕊是非常的精细。
画花通常现在台湾画花的一些艺术家非常多啦。我刚讲我喜欢动物，你刚刚讲到鸟，对，那画鸟的话，因为早期网络没那么发达，我是自己有添购那个长镜头的照相机，我自己去拍鸟，就蹲在那边，因为它不拍会给你拍啊，对，拍鸟你还要找地方潜伏起来。因为拍鸟其实要去研究鸟的习性，每一种鸟它生活的范围不一样嘛，有高山鸟，有平地鸟，有候鸟，有接近水域的一些水鸟，然后鸟的习性又不一样，停的地方也不一样。有时候我曾经遇到一个同好，他一直喜欢拍鸟，他曾经拍鸟拍到骂三字经，因为他知道这只鸟它的习性是回去绕一圈去找食物，又会回到这个地方，他的镜头已经架在那边等了飞走了，等了1-2个小时，等了那么久了，终于飞回来，他的快门准备要按下去要飞走，他就三字经就忍不住就骂出来。然后他讲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为什么不让我拍？我多好不容易终究好不容易等了这么久。”所以你也曾经其实有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我是没有拍鸟骂到三字经了，但是以前自己去拍鸟，因为鸟真的是要在那边等。后来现在网络比较发达了，鸟的图片是可以从网络上来截取。但是我通常我在画这些类题材的话，有时候会经过那个网络上的那个作者的同意。我们有时候一些图案不能随便下载。然后后来对啊，后来鸟就是从网络抓的比较多，最近比较少出去拍了，但是书籍也看蛮多的，然后也曾经参加过赏鸟学会，就这样。我听您说完这番话我又不由得想起高更他说的话。他在到大溪地以后，他说他想融入很纯粹的自然生活当中去，想与野蛮的人待在一起，并且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这些的话也是给您同样的感触，因为你在靠近大展的时候，也同样就是说内心对艺术家他们其实的感动都一样的，不管对人事物，他画的题材，他只有感动他才想去创作。包括不是画写实的，有时候画抽象的啦、现代化的，他们也是某一方面感动，才有产生不同的线条跟色彩啊。一定要触及到他内心最深处的那个线，那个地方最柔软的地方。对，非常感谢杨启帆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他在旅行途中的这些分享。下次节目的话，他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参加展会和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心得。这里是立对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